他能阻止时间，但不能阻止我。原来库鲁菲迪是07指挥官的传奇载具。小闹钟到达穹顶，难道拆除炸弹的任务将由他来完成？基地内部召开会议，宇宙阿尔法的主人，更大的威胁与难点揭示，是战是和引起双向观点。G-Tut 即将回归，他将终结这场战争。神秘组织再度出手，意图竟是摧毁时钟大楼。Hey guys，PCM here，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在等待的1周后 ，Jump Studio 在他的频道更新了《时钟宇宙》第9季，其中包含了33集到38集全集整合，以及新增5段情节片段，片段总时长更是长达9分钟，这无疑是疯狂的。在这5份片段中，补齐了该季剧集中产生的疑问，例如一直未出现在战场上的07指挥官在哪？谁来协助他的时钟拆除核弹？阿尔法的主人是什么级别的存在？神秘单位为何要摧毁时钟大楼？以及从该系列开始以来，一共经历了多少时间？等等等等，请带着你的疑问与我一起重新回顾这5个片段，我将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的细节。看前请记，视频内容难保有出过度解的猜测，请理性看的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在正式开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这个小小的赞。第一个片段是穿插在33集的中间，也就是山上泰坦战与基地内部切换时中间的补充。不过在这次的季版中，对于33集的前后情节部分进行了顺序更改，将本位于33集后部分的基地内部情节切换到了前部分。那么就是说，该片段发生的时间并不是2个情节的中间了，而是在此之前。具体什么时间段，这很难追溯。在33集到29集，泰坦电视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唯一有可能的就是他上次拔了时钟装置后回到了电视基地到29集救泰坦监控其中的时间段。毕竟此时的泰坦电视还在穹顶，所以不可能也同时在电视基地。电视博士此时对话泰坦电视，他让泰坦电视记住某个方位，并尽可能去接近什么，随后指向了这旁边的某种设施。这个设施上面挂了一堆的电视头，上方还有一个锅盖，看起来像个信标啥的，暂时可能还不清楚它的作用。太阳时钟也在这里，他似乎正在检查该设施的状态。对此我先做出几个猜测，这个设施可能是某种信标，或是干扰器，亦或是某种能实现区域效果的东西，上面有着一个时钟的部件。这个杰作应该是电视博士和太阳时钟的共同结晶，那么就是说可能集合了2家之长，它能力应该带有多种效果，可能是个可以自己传送的设施，所以电视博士需要泰坦电视去到相关位置，从而让这个设施传送过去。设施上面带有电视头和时钟，可能它能发射环绕的光，用于抵抗厕所的靠近。与此同时，可能还带有时间的某种能力，或许局部区域时间暂停，或是局部减缓干扰等等，但也不排除这是个信标设施。在兼顾上述能力外，可能还有就像游戏中点亮地图开图的点一样，用于了解周围的环境什么的。电视博士让泰坦电视记住某个方位，或许就是另一个这玩意儿，也或许是需要泰坦电视将这玩意儿引导或放在某个位置。假设是这样，那除了开图的作用，也可能是方便其他电视人获取消息后传送。我们都知道电视人只要知道位置，传送过去就是一个黑暗的事情，所以也不排除这个可能。具体是哪种，这很难猜测。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想法，都可以说说哟。第二个片段是位于33集的核弹发射期间，泰坦时钟使用了时间回溯来扭转战局，迫使射出去的飞弹又缩了回来，而后再使用时间暂停，将目光聚焦库鲁菲迪。此时他在与泰坦间短暂战斗后就离开了，但在时间回溯后他又被回溯回来了，随后他也被同时暂停，镜头开始拉近，里面有个驾驶舱，是07指挥官，他正位于库鲁菲迪的内部。那这一下就能说通之前的疑点了，那就是为什么他的监控爆头的他为何还能活蹦乱跳？原来他仅是个机器，操作他的另有其人。对他来说，少只眼睛顶多是少画面罢了，还有1只眼就不会影响。07指挥官位于库鲁菲迪内部，可以看到他也被暂停了，但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他的手可以活动。随着他做出了类似挣脱的动作后，时间暂停对他不起效果了。此时他似乎开始回忆，出现了2灯的画面，他嘱托着07指挥官避免与泰坦时钟战斗，他们会将泰坦时钟困在原地，而这部分的对话内容将会在第4个片段中看到，会讲到他为什么能挣脱时间之力。07指挥官在挣脱时间暂停后，看到了也被暂停的双泰坦，不过他虽然自己解除了暂停，但机甲可能还是无法动弹的，所以他也没有做出任何举动，就是静静的等待着。随后剧情回到正轨，就是泰坦时钟施展大宝剑局部控制区域了。接着就是第3个片段，这个片段是发生在35集泰坦影响回归的时候，不过与先前的33集一样，调转了插入的位置，也就是说将原剧局34集
级 P2 放在了35级之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看G版时感觉有缺失的原因，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阉割的。回到第3个片段，可以看到他的时钟在向他的音响打招呼之后，如我们猜测一致，泰坦时钟使用的能力恢复了泰坦监控，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明明少了一杆加特林，另一杆也是扭曲的，但在转个镜头后又突然正常了的原因，算是补全了这个画面。随着双泰坦离去，铅笔飞机大军路过，点都比出现了，但一起出现的还有小闹钟，离他上次出现已经有一段距离了。此时他正看着点都比与泰坦时钟交流，其中说话的内容以及相关分析可以看我之前的相关剧集解析，这里就不再过多赘述了，直接跳过。点都比离开后去了哪里？在后续我们也知道了他的去向，找小女孩去了，还捏爆了相机人。不过在 Jon Snow 的透露下，相机人可能没有下线，或许在未来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我猜届时他可能会带领我们了解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此前已经有了未来时钟和他的钻头的特辑，弥补了许多未解的疑惑。我估摸着下次特辑或许会给到点都比，他身上的未知谜团太多了，无论是种种诡异的举动，还是迷惑世人是机器般的行为，都需要一个特辑来做出解释。但估计要在他事情结果之后才会有补充。这个角色也导致了这个系列的风评下降，大部分除了文戏让观众吐槽外，就是点都比了。希望点都比这条线可以有个让观众满意的结果，比如在点都比离开后，小闹钟的举动似乎在刻意回避点都比，不知道是不是未来时钟告知了他些什么。当然还有另一个可能，因为他之前手刃的首席时钟虽然说不是本能驱使，但确实是通过他的手做下的，所以这里可能是他害怕面对泰坦时钟。小闹钟可以说是家族中备受长辈关爱的年轻后辈，之前也曾展示过他在面对强敌时的害怕，这属于是他的性格了。还能看出他做出了鼓足勇气的举动，而后才与泰坦时钟打招呼。泰坦时钟听到一阵闹铃后转了过去，仿佛他很惊讶。我想他确实惊讶，始作人第一个到这的竟然是他。原来之前迟迟不出现，难道时间是用来赶路了？他家中的飞行背包跑得快无可厚非，中间可能还存在空档，但至少他没有消极下去。泰坦时钟此时的动作似乎在表示自己因为需要控制这个区域无法移动。小闹钟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前方，可能是在示意我来帮你。因为全程哑谜，所以只能靠肢体动作来看。小闹钟很快从领域方向走去，此时钟声雷鸣，看得出来他的时钟是让小闹钟注意安全。随后小闹钟走了过去，在落地观察片刻，最终顶着时钟之力进去了。在此前未来时钟特辑中讲过，小闹钟的能力是禁用时钟的能力，虽然对于时钟人来讲是分的鸡肋，但此时正好派上了用场。不过以他的小体型，就算他可以解除其中的核弹威胁，估计也要花费不少的时间，让我们未来再看吧。第4个片段是发生在村落事件之后，也就是编号厕所会面07指挥官。不过这里的地点并不在原剧集35集后，而是应该还在33集的时间，也就是该基板调转了顺序后山上泰坦战斗前的时间线。该场景内有6种颜色的圆形厕所，其可能代表了联盟目前6个阵营，不过不清楚用意是什么。此时小的2的06、08、03、10号以及07指挥官欢聚一堂，但他们的面相看起来并不欢，看起来是分的严肃。是的，他们遇到了麻烦，而正前的泰坦威胁还仅是次要的，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敌人还在暗处。我们一步一步来说。首先是08夸张的小灯在29集时破坏了阿尔法手中的设备，这导致其在后面无所遁形，最终被他的时钟了结。但这也得出了一个结果，阿尔法的主人并没有在他危险时出来救他，所以个人来看，阿尔法在这个位置角色的心中不太重要，亦或是因为某种原因还暂时不能出现。关于阿尔法的主人，在之前涉及的秘密情节中，09得知了这个人物的存在，随后前去调查了，但距离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的时间，而之所以至今还没有后续也没有回来，是因为涉及到了太空。2德对于这点做出了解释，从技术层面来讲，现今拥有的技术要登上太空还需要足够的时间，那么就表示这个潜藏在暗处的威胁不在地球上。如果我们没看错的话，此时的时间线是泰坦们正在朝他们基地推进，他们的话题却不是在商量对策，甚至完全不在这个上面，而是将焦点指向了一个尚未出现的人物，可见他们对其的重视程度。甚至08还起身恭敬询问07指挥官是否要与联盟休战。听到这句话后，06一下绷不住了， Are you crazy？ 我看你是疯了，但具体是不是疯了尚未可知，至少在他们的角度上来看，这确实也是个不错的方案。除了部分原因外，之前阿尔法靠着一个反泰坦就能压制厕所方，导致小德在好一段时间内都不得不听从其号令行事，更遑论他的头上还有一个更
厉害的人存在，那无一不让人忌惮3分。但06发怒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毕竟之前点都比将他们的家人了结了，其中还有他的孩子，怎么可能愿意与联盟停手？所以从他的角度上来看也是合理的。但他似乎不知道的是，这些事仅是点都比的个人所为，导致他将这件事归咎为整个联盟。所以此时我不得不再次掏出我之前的理论，那就是点都比是专门来给联盟和厕所方拱火的，他的背后大概率另有其人，或许真与阿尔法的主人有关。他收到莫名其妙的信号，可能也是其透露的，但这依然只是理论，没有真正表现出来，不足以当成事实。相较联盟而言，他们觉得更大的威胁是这个潜藏在暗处的敌人，所以才会提出这个话题。关于停战，林珊也是赞成的，他觉得应该先解决大雨。还是那句话，06的孩子是因为点都比的原因，当然提到了孩子，而07指挥官也有孩子。此时的他仿佛瞬间被触碰到了逆鳞，骤然间07的面前一道闪电乍然劈开了会议桌，这股惊人的威势显然是怒了。随后在座的诸位鸦雀无声，可以自己看一看。A truce with those who have killed my son? 这一幕后，厄登打破了沉静，他表示无论大家如何争执，07指挥官才是最终裁决的人。他说休战就休战，说开打就开打。于是看向了06，无论是06还是其他人，没有人能拒绝指挥官的决定，这点毋庸置疑。但06他又提到了孩子，甚至表示自己也不想与07指挥官孩子有同样命运。我看他是在坟头蹦迪，棺材盖子都要飞出来了。听到这句话后，07指挥官顿时飞速制住了06继续说下去。只能说龙之令令处之即时，啥都不提就提孩子是吧？这里提到的07指挥官孩子的名字叫贝瑟尼，也就是这个小女孩。别的不说，就这片刻间，07指挥官展现出的惊人速度和恐怖力量，基本碾压了在座的诸位厕所。其他人也是看着不敢开枪。07指挥官表示我们有同样的痛苦，但指挥官只有一个。说完后放下了06，这股绝对的压制，无论是力量上还是地位上，又或是刚刚展现出的能力导致大家不敢说话，都是其他编号厕所无法撼动的存在。随后07指挥官提及他们已经没有别的路了，停战可能不再是一个选项，那是不是就能理解成一个必选题呢？那就是休战。但从现在的时间线33集来看，一直打到了38集也未曾停手，很难想到这件事将如何开展。或许会与贝圣尼有关，我觉得这些编号厕所需要一个村落事件的真相，或许会在点读比事情结束之后才会开始，贝圣尼可能会成为一个有力证明。最后07指挥官来看望 G-Twit， 从挂载仪器上的百分比来看，进度将要完成。此时的 G-Twit 状况似乎不太好，带有一点咳嗽。看到来者的2个人，他开始用 Skippy 的语言交流。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得知，他们可能是最后一次来看 G-Twit 了。07指挥官在确定 G-Twit 是否准备好了，但我们并不知道他回答了什么。但讲解员厄德尔替他说出了答案，那就是 G-Twit 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等他完成最后的时间就会终结这场战争。但还需要不到14个小时，他们必须尽快行动，趁现在探的时钟的时间暂停技能有冷却，卡个技能 CD。厄登这里提到了不到14个小时，而他是在看到完成度后才说的，也就是99.3%。那是不是就表示了每0.1%就等于2小时？假设是这样，那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该宇宙从一开始到现在所消耗了多少世界时间。设定公式0.1%等于2小时，1%就等于20小时，那么就是说100%就等于2000个小时，一天24小时就约等于83天8小时左右。这或许是从它下线以来升级维修的大致时间，也算是该宇宙开始以来的大致时间吧。因为之前它的时钟是通过了回溯跳跃的时间，所以基本时间是一致的，但没有什么意义，仅供参考，不代表事实。厄德尔继续跟着07指挥官，他表示自己在2周前得知了他的时钟的一些消息，那就是我们遥遥领先得知了他的时钟的时间暂停一天只能用3次，而此时的时间线他的时钟已经使用了2次，那么就剩最后1次了。他们还会在泰的时钟到来时发射成规模的核弹，迫使他的时钟使用第3次。于是在接下来的24小时中，泰坦时钟的技能 CD 就会冷却，那么就方便击退的付出后足以对付泰坦时钟了。当然这里厄登还提到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消息，那就是泰坦时钟的时间暂停有着区域范围，能达到1000公里的距离。对于厕所来说，好在还不能覆盖整个地球，但这个信息的透露，后续厕所会不会在距离以外做些什么就不得知了，肯定不会平白无故给出一个线索。而后厄德尔准备了一副飞碟的壳子机，得到了07指挥官的表扬，干得很不错。在07指挥官离开前，厄德尔还提醒到避免与泰的时钟战斗，他们有办法让其困在原地，这也就是先前第2段片段中他的回忆情节。但07指挥官却说他能停止时间，却无法阻止我，可以自己听一听。You can stop time. You can't
关于这点 ，James 对在他的个人介绍中也曾表示过，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时间暂停时他还能挣脱出来的原因。07指挥官可能自带某种变相免疫时间暂停的能力，也或许是其可怕的力量可以挣脱，也或许是与他身上的各种勋章有关。由此可以得知，他可以跳脱时间之外，甚至还能摆脱引力，无需行走飘着走，这太疯狂了。我想已经展示的这些能力仅是片面，还没有完全展现。毕竟一个指挥官没有点能力是做不到这种高度。虽然厄德已经知道了指挥官不会被时间禁锢，但他还担心另一个可能，但这个仅存在他们的理论，也就是首席老爷曾展示出预知未来10秒的能力。他们不清楚他的时钟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理论上来说，泰坦级一般会拥有同阵营泰坦级以下所有单位的特殊能力，如果对上的话，他的时钟不排除有这个能力的可能，但目前还没有表现出来，所以暂时不明。假设拥有这个能力，哪怕只有短短10秒，对于他们来说也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无论是大事件的转折，还是战场上的料敌机先，都是个大难题。想必当初在另一个宇宙，首席老爷就是凭借这个能力战胜阿尔法的吧？但这仅为猜测。07指挥官只相信自己的直觉，于是他很快坐上了载具驱车离开了。而他要去的地方正是33级的时间线所在的地方。最后一个片段，异形监控人来到大本钟的脚下，与此同时还带有一个大摄像人。不过很快他就下线了，作案工具是一支标枪。3个客串博主出现，金石中的做法很粗鲁，不知道怎么形容了。他用标枪威胁着在座的诸位监控人。此时莫比将派者拉转身，同时紫光照射，基本与我们预告猜测一致。他劝说监控人不要透露这里发生的事情，当做什么也没看到。艾斯特里补充到可以消除他的记忆来保密，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打算放过这一行监控人。好，大圣人小丑世界达成。随着派者示意大家奔跑离开，但中途有拦路者，几颗对于小单位来说比较大的榴弹送在了他们的面前，很快就引爆了。蛋哥出现了，他应该是目前客串的博主最大的一个了。正当他要继续了结派者时 ，Just Cause 阻止了他。他们来这的任务不是战斗，而是摧毁大本钟楼。我相信不单单他们自己有这疑问，我想屏幕前俊朗的你们仍是如此。Why？这里所指的他应该就是神秘先生 Dom 了。这些客串角色只听从他的命令。虽然艾斯特里有望说出更多，但被精英监控打断了，切换到了自己的视角。之所以将镜头切这么远，且完全听不到他们接下来的对话，只是为了不给我们剧透。对此立马引起了广泛 PC 热议。能不能先放下女电视抱枕？5个片段到这个就结束了。虽然不知道神秘人 Dom 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们组团来摧毁大本钟楼，显然不是表面搞破坏这么简单。或许这东西会与神秘人有关，也或许与阿尔法主人有关。这些客串角色有一段时间没出现了，又作为本季最终结尾出现，看样子一些内容要拉上台面了。不过具体是什么，还需要未来再看了。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好了，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 PC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